歼-20作为我国首款5代战机，它的出现可以说让中国空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而就在2021年的1月11号，歼-20迎来了自己首飞的10周年。恰逢此时，我国官方爆料的一段宣传视频中的一幕引起了外媒的密切关注。有媒体指出，中国空军首款5代机歼-20迎来了首飞10周年的纪念日，而在这个微妙节点，中国官方放出了一则招飞的宣传片，就显得有些意味深长。该宣传中，外界主要被其中2个消息吸引了注意力，一个是轰20的委婉展示，另一个则是换装了国产发动机涡扇10C 的歼-20已经正式列装。前者将是中国空军在全球战略的分水岭，后者则是中国长久以来对航空发动机这个心脏病的里程碑。而整个中国招飞的宣传片中，被很多人忽视的就是4架歼-20战机并排飞行的画面。歼-20已经诞生10年，很多人都已经习以为常，但如果细心就可以看出，每架歼-20的驾驶舱全部是双座，而外界猜测这很可能会是歼-20的改良版本歼-20BS。之所以如此猜测，源于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南华早报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该文章中就透露出一张颇为潦草的设计图，而该设计图正是歼-20的双座版本。如此巧合的事件就显得不能当作一次意外来看待了。有观察人士认为，如果中国空军真的和招飞视频中显示的一样，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创造了一项世界先例第5代隐身智能机的改良方向。而歼-20BS 作为全球首款双座的第5代战机，如果能够在战场上树立独特的作战定位，那么必然会引导全球战机的发展潮流。此前美军也曾对 F-22进行过类似尝试，不过由于经济利益等一系列关系，最终研发项目还是输给了 F-35。值得一提的是，有美国媒体指出，歼-20本身在设计上就是作为一个信息融合和处理的节点，又恰逢全球对未来第6代机的展望和探索，多出来的一个座位很大概率将会是专门负责对无人机进行指挥管理，进行联合作战。而这一点也符合国际上目前主流观点。对于第6代战机的猜测和展望，此次改良版本也许就是中国空军对第6代机的一种尝试。而如果一切顺利，歼-20无疑会在未来几年里逐渐成长为一款5代半战机。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双座型的歼-20BS很可能会是通过加大翼展、提高弹舱容量，让本身在战场上的作用从战斗机变成轻型的战术轰炸机，既拥有不俗的对空作战能力，又拥有足够安静的破防能力。当然，作为目前中国机密信息，官方自然不会曝光，而外界对此争论不休，也没法断论谁对谁错。不论如何，歼-20的改良版本会大概率会对未来的中国空军产生足够大的影响。随着中国海军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我国每年造舰势头很猛，而外媒又为何认为造舰快会付出代价？近日，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报道称，中国海军造舰规模正在进一步扩大，而随着中国海军猛造军舰，终将会付出代价。这就奇怪了，军舰造得多也是我们所期盼的，这种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肯定是好事的事情，又有什么代价？该媒体给出几点理由。首先是军舰造得太快，会来不及训练能担当大任的舰船和船员。其次，要长期维护数以百计现代战舰，中国需要增加国防预算，而这将是沉重的负担。此外，中国海军还在进一步扩大军舰数量，这需要大量额外的特制钢材才能实现。这些个理由看似有那么回事儿，然而却根本经不起推敲。我们可以一一进行反驳。首先说的是人员培训问题。拿中国航母舰载机飞行员为例，我们知道能飞航母舰载机的飞行员肯定是飞行员中最精英的存在。在最难培养的舰载机飞行员方面，我们尚且实现了专项性培养，更不用说其他军舰的船员了。再来说说第二点，虽说近年来我国军费虽然达到全球第2，但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我国经济发展被军费所拖累，并且不少网友觉得我国军费投入还太少，与美国差距太大。根据一份统计，如果同样造一艘10万吨航母，美国造1艘，中国可以造 1.5 艘。最新的隐身战机，美国造1架，中国可以造 1.5 架。而美国要造1枚导弹，中国可以造2到3枚。
至于第3点就更可笑了，就像在说你们造那么多军舰就不怕你们钢不够用。联系到此前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不和，而澳大利亚又是我国铁矿石进口重要来源，不少西方国家也乐于看到我国因此在铁矿等资源上受到限制。实际上，如今造军舰的特种钢我们完全能自主生产，而中国在近年来包括航母在内的军舰大量建造，也得益于我国在特种钢技术上的突破。因此，在我国特种钢完全能自产自用的情况下，担心是完全多余的。加拿大媒体对我国造舰的说辞，总让我们想起一个最近网络上兴起的词儿，叫做贩卖焦虑。然而，这种稍微查证一些就能不攻自破的理由，却恰恰体现出随着中国海军军舰的增多，实力的变强，西方开始表现出自己的不自信。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对自己的海军说，请加大力度。近段时间，随着美国国内各类噩耗传来，不断出现的亮丽风景线也开始让不少美国学者正视起了中国的现状。而就在最近，有美国学者在美媒刊文讨论起中国的国防实力。在美国当地时间1月10号，美媒国家利益刊登了一篇名为“是的，中国已经是军事超级大国”的文章。该文章的作者是美国乔治敦大学研究国际冲突与解决的学者塞巴斯蒂安·罗布林。该学者指出，中国从1950年代初开始工业化，那时的中国还只是通过引进苏联的武器装备和部分技术，进行逆向工程，打造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而经过40多年的持续发展，到如今的独立自主研发，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该文章认为，中国在近些年里国防工业的突出表现，得益于经济大幅度增长下对无人机、隐身技术、远程制导导弹的投入。而这些投入让中国很快在相关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甚至部分技术已经成为了世界的研发潮流。与此同时，中国装备也随着科技的进步开始走向世界。比如在利比亚战争中广泛被使用的翼龙2无人机，在中东被广泛使用的彩虹系列无人机、红箭系列反坦克导弹，以至于逐渐开始挤占了美国的传统军火市场。另外，该文章也指出，尽管外界常常会对中国国防力量成长为世界性军事超级大国有一个消极态度，但是无法否认的是，目前有多款装备的出现已经证明中国达到了这一门槛。首先就是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尽管外形看起来有些偏平怪异，但是这种设计让它的飞行速度达到5到10倍的音速，而且利用滑翔器的可机动性能够有效规避美国的反导系统。它与传统导弹相比，无法拦截成为了最致命的特性。而它的出现意味着，如果美国想从海上发起攻击，这些东风17将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这显然不是美国海军想要面对的情况。其次 ，HSU-001 无人潜艇同样是中国研发，同样的全球首个部署大排量水下无人装备。由于涉及相关机密，目前中国国内也没有太多具体信息，仅从外形上判断没有鱼雷发射管。但是从天线部分来看，很可能是某种可保持长时间静谧状态的水下侦察平台。从该型装备的出现已经可以表明，中国的无人装备研制工作正在迅速向全领域扩散。在未来战争中，科技项目研发领先一步，往往也意味着占据更多的先机。值得一提的是，该作者在文章中也指出，如今中美之间的距离正在缩短，美国可能还有10年时间的领先期。不过，这个观点却被不少网友吐槽。有网友就认为，美国保持10年领先的观点有些过于乐观了。中国和德国正在增加其国际影响力，谢天谢地，英美正在坠落。